年轻小伙上厕所无缘无故的被捅多刀，当场身亡。2名犯罪嫌疑人互相指认对方是凶手。但是让人无语的是呢，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最终2名嫌疑人都被释放，引起了民众的愤怒。直到20年之后，此案才有了最终的判决。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韩国奇案之一——梨泰院杀人案。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案件呢发生在韩国的梨泰院附近，有驻韩美军龙山基地。从1950年开始呢，有很多美军就喜欢在这里观光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在梨泰院消费旅游，慢慢的，梨泰院就成为了现在韩国首尔的热门商圈。1997年4月3日星期四晚上10点多，梨泰院的街道上仍然是人来人往，热闹繁华，大多呢都是年轻人，其中也包括22岁的大学生赵崇碧。他正在陪着自己的女朋友逛街，突然赵崇碧想上厕所，正好在他们附近有一家汉堡店，赵崇碧就让女友待在原地等他呢就自己走进了汉堡店的厕所。就这样，女友在汉堡店的门口等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始终没有看到男友赵崇碧的身影。于是呢，女友走进了汉堡店。这时呢，汉堡店里有20名小青年在那里开派对。这些人大多都是驻韩美军的家属，看上去像小混子一样，不像什么好人。女友继续向厕所的方向走去，接着她听到了一声尖叫。当他走进厕所的时候，看到了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画面。厕所里到处都是鲜血，男友赵崇碧倒在血泊当中，已经没有了气息。警方赶到现场时，由于许多店员进进出出，现场已经遭到破坏。警方在现场并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证据，因为死者的女友就在现场，所以呢，死者的身份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确认。经过法医的确认，赵崇碧总共中了9刀。右侧颈部3刀，左侧颈部4刀，胸部2刀。致命伤呢是左侧颈部的1刀，刺中了颈部的大动脉，短时间内大量的出血而亡。可以说凶手刀刀都是直奔要害，而且呢力量很大，就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案发第2天，警方就接到了一名匿名举报信，举报帕特森就是凶手，于是警方展开了调查。帕特森呢是韩裔美国人，当时只有17岁。他的朋友声称帕特森有暴力倾向，而且呢喜欢随身携带着武器。警方搜查了帕特森的家里，在他家里呢搜出了当晚作案的凶器，以及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衣服。证据确凿，警方马上就逮捕了帕特森。韩国警方正在庆幸案件是如此顺利，在短时间内就破案了。但是呢，很快事情却发生了转变。帕特森承认军刀是他的，但是否认自己是凶手。4月6日，韩国媒体对此案展开了报道。就是这次报道让此案出现了另一名嫌疑人，那就是爱德华。爱德华的父亲是驻韩美军，当时呢他在美国。他通过电视看到媒体的报道之后他知道当时儿子爱德华也在厕所里，逃不了干系，于是呢就让儿子去自首。就这样，此案出现了2名嫌疑人，而且这2名嫌疑人都互相指认对方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一下呢，韩国警方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在说谎。根据爱德华的说法，帕特森呢在派对上一直摆弄着他的那把军刀，而且他还向其他人说，这把军刀我可是用过的哦。当时呢，很多人都说他在吹牛。后来呢，帕特森叫爱德华一起去厕所。进入厕所后，爱德华在洗手池那里洗手。这时呢，他的右前方有一个人正在上厕所。帕特森突然拿起军刀向那个人的脖子刺去，那个人转过身，帕特森继续对那个人进行伤害。爱德华说当时自己害怕极了，赶紧就逃离了厕所。而帕特森的供词恰恰相反。帕特森说当时爱德华叫自己去厕所，说给他看样东西。帕特森说自己站在洗手池的位置，厕所里有一个人正在上厕所。爱德华呢突然抢走自己手里的刀，接连猛刺那个人。帕特森说自己很害怕，也马上逃走了。整个过程呢不超过10秒钟。2个人的说法是恰恰相反，但是不同的是呢，爱德华说自己去洗手，当时吓坏了，所以呢对于细节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而帕特森呢，却能将自己的每个细节，什么部位刺了多少刀等等这些细节说的是清清楚楚。最终，警方认为帕特森的犯罪嫌疑更大，主要呢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凶器是帕特森的；
第二，帕特森曾经企图毁灭证据，如果帕特森是无辜的，那他为什么要毁灭证据呢？第三，在帕特森的家里搜出了沾满血迹的衣服，爱德华和帕特森的衣服上都有受害者的血迹，但是帕特森的衣服上面血迹要多很多。警方以此判断，当时帕特森距离受害者更近，更可能是凶手。第四，帕特森的身上有黑色的纹身，更具有暴力倾向。依据以上几点，警方认为帕特森是本案的凶手。警方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了检察院，准备起诉帕特森的时候呢，检察院却不认同警方的调查结果。检察院认为爱德华才是凶手。检察院的理由呢是以下几点：第一，经过测谎仪的测谎，帕特森说的是真话，爱德华正在说谎。第二，根据受害者的脖子上的伤口，凶手应该比受害者要更高一些，这样呢才能造成从上往下的斜刺的伤口。受害者赵崇碧的身高是1.76米，帕特森的身高是1.73米，体重75公斤，而爱德华的身高是1.80米，体重105公斤。因此呢，检察院认为爱德华更符合凶手的特征，爱德华才是凶手。其实对于检察院判断凶手的理由，警方呢也提出过质疑，比如一些经过训练的人也可以骗过测谎仪，所以通过测谎仪并不能就说明对方讲的是真话。另外，如果帕特森跳起来刺向受害者，或者是将手举起来往下刺的话，也可以造成斜向下的伤口。但是呢，韩国检察院坚持爱德华是凶手，并且在5月份以故意谋杀罪起诉爱德华。韩国法院一审判爱德华罪名成立，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爱德华上诉，2审呢维持原判。帕特森因为藏匿和毁灭证据罪被判了1年零6个月。原本此案到此就结束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发展方向让人无语。8月15日，这天是韩国的光复节。每到光复节呢，韩国都会特赦一批犯人。这次特赦的犯人当中，帕特森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帕特森仅仅坐了几个月的牢就被释放了。消息一出，群众哗然。爱德华被判了20年之后，不断的上诉，始终坚持说帕特森才是真正的凶手。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能让帕特森就这样轻易的回美国呢？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检察官申请了针对帕特森的出境限制令，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呢，再次对他进行起诉。出境限制令的有效期是3个月，也就是说每隔3个月就要重新申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998年8月23日，检察官忘记了申请限制令，而下一个限制令的有效期是从8月25日才开始，中间呢就有2天的空档期。帕特森就像未卜先知一样，利用这2天的时间出境，成功的回到了美国。更让人无语的是呢，就在帕特森回到美国的下个月，1999年9月，之前被判谋杀罪的爱德华不停的上诉，在韩国终审判决当中，因为检方证据不足，最终也被无罪释放。案发仅仅2年，2名嫌疑人，一个逃回了美国，另一个无罪释放。难道受害者就这样白白死掉了吗？这是韩国警方以及检察院的严重失误，也是受害者家属不能接受的。韩国民众也很愤怒，但是也无可奈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件的热度也慢慢的降了下来，直到无人问津。案发12年之后，2009年9月份，韩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梨泰院杀人案》。这是一部以真实案件为原型的电影。电影一经上映，引起了社会的舆论，很多人才知道啊，原来12年前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民众纷纷指责韩国的警方以及检察院的无能。电影上映2个月之后，迫于舆论的压力，2009年11月，韩国警方向美国提出了引渡帕特森的要求。其实呢，如果帕特森在美国老老实实的生活，也是没有办法被引渡回来的。然而这小子呢，在美国也不老实。2011年6月，帕特森因为犯罪被美国警察逮捕，这才发现呢，帕特森是韩国那边要求引渡的人员。此时还差6个月就到了韩国15年的追诉期了。要成功引渡帕特森呢，韩国这边呢也要提供新的证据。这时呢，韩国警方找到了关键性的证人，这位证人呢是爱德华和帕特森的共同的朋友。他说，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美国和帕特森相遇，一起呢在酒吧喝酒的时候，帕特森亲口承认说是他杀害了赵崇碧，韩国人拿他没有办法。
新证据提交之后呢，2012年10月23日，美国法院认为有充足的证据，并开始安排帕特森的引渡工作。韩国法律的追诉15年的时间也暂时停止计算，直到帕特森被成功引渡到韩国受审。2015年9月23日，帕特森被引渡到了韩国。当时呢，有很多的记者在机场等待采访帕特森。帕特森仍然坚称是爱德华才是凶手。2017年1月25日，韩国法院以谋杀罪开始审理帕特森。审理期间呢，帕特森就提出了几点抗诉。第一，他说他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并且是通过了10次。第二呢，爱德华在案发后曾经向当时聚会的那些朋友们炫耀说刚才我们因为有趣捅了一个人。第三，帕特森坚称当时他站在洗手盆的那里，之所以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的血是因为受害者被袭击之后呢，曾经倒向自己，然后呢被自己推开，所以身上会有大量的血迹。不过检方还是找到了帕特森所说的漏洞。如果按帕特森的说法，他当时站在洗手盆那里，就会挡住喷射过来的血液，那么洗手盆的附近的墙面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血迹。所以帕特森说谎了，他并没有站在洗手盆的位置，而且根据出血量，只有站在受害者身边，帕特森才有可能身上有那么多的血。最终呢，法官判帕特森谋杀罪成立。因为当时帕特森只有17岁，没有成年，所以呢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这是当时韩国对未成年人的最高的判罚了。被害者家属呢也曾经要求再次起诉爱德华，认为爱德华是共犯。但是呢，由于爱德华的15年公诉期已经过了，并且韩国有一个规定，就是对同一个人同一个案件不会审理2遍，所以呢最终没有对爱德华进行起诉。2017年3月，受害者家属对检察院的过失申请了国家赔偿，最终呢得到了3亿6千万韩元的赔偿，大概是181万人民币。案发20年之后这个梨泰院杀人案终于是有了结果，也算是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那么你认为帕特森是真正的凶手吗？欢迎评论区里留言。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